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提车的第7天，然后呢，我总共行驶了是312公里，其实没跑多少，主要是什么呀？前两天一直贴膜来着。今天主要是想说点什么呢？就是可能跟之前录的那些视频吧，内容不太一样，说说这个车的有关系的东西吧。因为现在这个车吧，属于是一个风口浪尖上那么一个东西，就好像是数码产品似的那种。我不算首波提车的，但是属于是比较早提车的。说这个可能就有点凡尔赛了哈，但确实有好多这个群里边490多人，可能提车的连90都不到吧，全国北京可能就更少了。经常看有人问说这个能耗啊，或者是什么驾驶感受啊，乱七八糟的这一大堆。因为当时我没提着车的时候，我也关心这些东西。现在提着了呢，咱们就说说开这个车我自己的感受。就是空间的话吧，我身高是1.81米，体重呢180，属于挺壮的吧。这空间我调好了之后还行。地板高、坐姿高的这个呢，确实是高，但是吧，你能理解到的是什么呢？它把这个台面然后放低了，所以你会显得高。你眼同样的高度的这个视角去看，实际上你看照片的感受和你实际坐在车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你光看照片这个没有用，就还得亲身体验。能耗这个东西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个我刚才开过来的这个，看这个啊，就是我一会儿截图上去吧。我起点是亦庄的交付中心，终点是西三环的这个居安之家。实际行驶了29.3公里，然后行驶时间是56分钟，100公里电耗是14.7千瓦时，其实不高啊，是吧？对于一个双电机的一个车来说，然后这上边的能耗分布呢，91%驾驶。环境舒适、电池热管理这些都没有，然后辅助驾驶占了4%，然后其他占了5%。这个其他可能就是这些灯光或者音响啊、空调啊这之类的。咱就说能耗这个词儿啊，开油车的时候没有人在意能耗，100公里多少个油，一箱油能跑多少公里，那排量大我自然就费油，这么比就没有意思。电车其实也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大电池、小电池，每个车每个品牌的这个电池容量它也不一样大呀。再有就是你开车的习惯，有的人就喜欢我在红绿灯前面，我一脚我就必须窜出去，是痛快，那你就费电呗。你不能说找这种人去参考。那我呢，就是开车就本分，咱就正常开，你限速多少我就到多少，我偶尔超个车也就这样了。那我也不能说开车就抱着手机，那恨不得那后边那都排成长龙了，咱也不是那种人。咱不拔尖，但我也不垫底，就是正常驾驶这么一个习惯。你这种能耗的话，你参考一下。其实让我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还得是自己开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电动车它讲究的是一个补能的体系，能服务你的一个资源嘛，可能就这么说，可能这概括的比较完整点吧。咱这么着吧，来点实在的，咱就算笔账，说一辆汽油车加满油按400块钱算，跑600公里；一辆电动车呢，咱用快充满了，咱打80块钱算，跑350公里行不行？这两个呢相差了什么呀？相差了250公里以及320块钱，就这点区别。那油车就是多花320块钱，电车呢我就是少跑250公里。当然开电车的人可能说多付出的就是充电1小时的那个等待的那个时间，那个过程。那有人就说了，说我开车那个我着急，我不想等。那时间就是金钱，你放心，真正跟时间赛跑挣钱的那些人啊，他不可能说关注这些问题，不可能干这种事儿，他没时间。因为啥呢？那毕竟敲键盘的成本，那它相当于没成本啊。再说换电，时间成本是5分钟，几乎就跟加油差不多了吧。然后换电站少，加油站多，是吧？你换电站排队，那我就想问问，咱加油的话没排过队吗？这个东西你就是没必要说抬那杠。现在的权益是1个月6次，同样是5分钟啊，咱就说，但是我免费。那1个月6次，咱按400公里算。462400，如果咱按350公里算，那56302100呗，那就是1个月最起码2000公里是不花钱的。我之前也是油车，1礼拜我就加300块钱油，所以说这个补能，你有这个很好的补能的这个条件，你没有必要去纠结说我这个车的能耗有多少，踏踏实实开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以上这个内容呢，其实我不是说给某些人听，我其实呢是想因为我早提车，我拿到车了，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开这几天的感受，没有别的。然后呢，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呢，也并不具备任何的参考价值。还有什么呢？可能说这个我能想到的啊，这视频
底下有人可能会问预想的问题，我先在这上面先解答一下，说你车贴的什么膜？这个膜呢是我那个特别好的哥们儿送我的，具体品牌然后价格在这上面我就不说了啊，毕竟我没花钱嘛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颜色的内饰吧，我比较喜欢浅色内饰，拿到之后啊，确实在亮的地方，这车里边太黑了，确实挺好看的。然后打理起来呢，就是因为当时贴膜的时候嘛，后座它可能放什么东西了，有一块黑的那个印儿，我拿那个湿纸巾就这样蹭两下就蹭掉了，就挺好打理的。目前唯一让我觉得这个车让我能吐槽出来的地方啊，可能就是这个车的储物的空间真的是太少了。因为我之前开我爸那个车嘛，我爸那个车里就是我常用的这些东西，我昨天晚上我挪到这个车里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地儿搁啊。对，天窗冰甲，但这个冰甲我不知道为什么贴出来之后它是有一种带色儿的，蓝不蓝紫不紫的那么一个色儿。然后前挡膜还有这个侧窗的这个膜啊，也都是贴的前挡的膜。这个轮胎我选的是19的。我能想到有什么要补充的呢，我再往里加。咱们今天先这么着，先看看我说的明白不明白吧。拜拜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换电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包括我身边人也说啊，就是新车呢，你去换电站换电了，就等于说换出了一块旧电池，换到你的新车上了，你新车上边的新电池就被换走了。这话肯定是没毛病。你如果新车去换，结果就是这样，可以这么理解啊。其实，再举个例啊，就是两只手上同样有100块钱，但这张100的呢是新的，这张100的呢是旧的，那你就不能说这个旧的100块钱就能当50的花吧？价值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能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电池，它其实都是有一定标准的。所以说这个也没有说谁吃亏与谁占便宜的关系。你像这个可换电的话，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去纠结说这个电池开多少年、多少公里之后它会有衰减的这种情况。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最新消息啊，这个是11.5能耗，这上面显示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带我媳妇儿去产检，54分钟行驶48.8公里。其实这个速度就很正常，也不算慢的。只能说啥呢？说这个双电机，其实它你要是不是当那个疯狗，也不费电。今天下午2点多吧，然后到晚上吃饭又跑了86.2公里。然后呢，100公里电耗显示的是14.2，跑到最后这块电池算是差不多了，榨干了。这块的续航剩余里程还剩下40几、49、47来着，实估续航。最后我插枪充电的时候还剩了43公里。然后吃饭的这个地儿呢，本来说是找个换电站，但是吧，从这个充电地图上边一搜，正好这个商场有一个开麦斯的充电桩，还是红包装，还免费的，所以就跑这儿充电来了。总共这一块电池跑了到今天插枪为止啊，一共跑了403公里，还剩下刚才那么多数。实估续航的话还剩43公里的，最起码还能再跑20，412的肯定是没问题。现在北京这个气温10度12、13度吧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这么开75度电的话没什么问题，够日常使的。一周的话换一块电池肯定是够，然后6次的话肯定也这1个月也够了。反正大概就是我这么一个使用的，而且这个我发现这个红包装挺有意思啊，最起码这是白来的嘛，薅羊毛嘛。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我就要出差了嘛，去长沙，所以说这块电呢先不换，先充满，我放到车位上5天回来，看看这几天停车它能消耗多少，到时候的话可以再测评一下。